Hello，各位玩家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大陆。这期大陆继续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月份值得一试的手机游戏推荐，在这的清单中就包括了像是韩系角色养成的二拳 RPG， 改编自经典 PC 游戏的 MMORPG， 最终幻想系列的最新对战作品，二拳风格的方式养成 RPG， 以及其他如 Steam 迷之的作品，即时竞速玩法、疗愈风格、科幻题材，以韩国巫俗文化为背景和其他玩法风格的作品等你来发掘哦。这些游戏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后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的游戏，那就大陆一起看下去吧。星之救援者是款韩系角色养成 RPG， 主题是星之救世者的继承之旅。你将扮演团长，并带领一群拥有星之力量的少女们踏上寻找传说力量的旅程。这款游戏的核心是它独特的旅程系统，在一个以年为单位的时间轴中，你的选择会影响角色的成长方向和故事发展。战斗方面采用了回合制，每位角色都有各自的专属技能，还有一套叫做坚韧度以及破击技能的策略机制，让整体的战斗多了更多变化。除了手游版本，游戏也有上线 Steam 平台。如果说你比较喜欢韩系画风、重视角色剧情养成的游戏，那么这款可以试试看。COM on Cross 是一款 MMORPG， 改编自经典 PC 游戏 CO Online。 游戏保留了原作独特的卡通渲染风格以及独特的联机战斗系统，整体视觉风格比较可爱轻松。玩法上只是支援 PC 端和 PC 平台游玩，意味着你可以和全球玩家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下互动哦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次的新作还整合了区块链平台 Cross， 游戏内的希尔特水晶可以转换成链上代币，有供应量限制来维持价值。目前游戏在东南亚市场表现还不错，如果你对这款可爱风格的 MMO 感兴趣，那或许可以留意一下这款作品。最终幻想纷争 Duellum 是由史克威尔所推出最终幻想系列的最新对战作品。首先，游戏采用了直向的画面以及3对3团队 BOSS 战玩法，每次我们会有2支队伍与场上的怪物 BOSS 进行混战，抢先击败 BOSS 的一方就能获胜。那么故事的设定在现代东京，来自系列多位经典角色被召唤到了这个世界，展开全新的冒险，并且还有全语音哦。操作上只需要单手就能轻松游玩，整体的战斗动作也相当爽快。如果你是最终幻想系列的粉丝，或是喜欢轻松对战的玩家，或许可以来试试看这款游戏。Phantomon 爱的 RPG 是一款 3D 二次元风格的方式养成 RPG， 玩法围绕着收集上百种造型各异的角色，然后组成4人小队来闯关冒险。游戏最大的特色是采用全球伺服器，你可以随时和世界各地的玩家组队，靠表情符号就能沟通，一起打完，互动感还蛮好的。游戏采用自动挂机制，离线也能累积奖励，很适合那些没有太多时间却想感受角色慢慢变强的玩家。游戏里有8种职业可自由配置，大陆也觉得前期策略性蛮足够的。当然，想收集全部角色的话，建议先评估钱包。整体来说，想找一款轻松放置又不孤单的 RPG， 那么这款就很值得一试啦。在 Steam 上获得极度好评的 Rogue Legacy 特色就是每次冒险都不太一样，现在手机版本也终于推出了。这款经典作品最大的特色是血脉继承，也就是当我们的角色阵亡后，子孙会继承遗产和随机特质，可能是色盲、侏儒，玩起来充满惊喜。游戏提供超过8种职业、60多种敌人，还有庞大技能树可升级庄园，局外成长的深度也相当足够。移动版也重新设计了操作与平衡难度，就算是单手也能顺畅游玩哦。不过大陆觉得这款游戏的难度偏高，如果你对高难度挑战或横向动作有信心，那么就来挑战看看这款游戏吧。Rumble Racer 是一款计时竞速游戏，这款游戏跟一般的赛车不太一样，它不只是比谁先冲过终点线，最重要的是在路上怎么撞飞对手，操作方式很直觉，单手滑动的话就能控制换道、加速或刹车。另外，游戏还有超过60种风格独特的车辆可收集和改装，以及9条不同主题的赛道，从城市街道到山街弯道都有。画面采用的是像素方块风格，每次碰撞都会有满满的方块爆裂特效，视觉上还莫名有种爽快感的。游戏支援即时线上
对战，最多可以跟4位玩家同时竞速。想考验自己的反应速度的话，那就来看看你能否以第1名冲过终点吧。漂流少女重逢的世界是超疗愈游戏《漂流少女》睽违10年推出的续作，讲述世界被海水彻底淹没之后，我们将扮演一位漂流少女，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靠点击钓鱼为生，并拯救受困的鲸鱼伙伴，一起展开旅程。游戏的玩法很单纯，就是不断点击荧幕钓鱼，收集上百种稀奇古怪的鱼类图鉴，靠鱼饼和珍珠升级船只与装备，然后再慢慢探索更远的海域。柔和的手对色调搭配治愈系音乐，整体氛围真的非常放松，很适合想在睡前或通勤时找一款没有压力、节奏慢下来的游戏的玩家。后期则会比较偏向放时农资源的玩法，感兴趣的话就来下载体验看看吧。Eden 最终防线是一款科幻题材角色养成游戏，由曾推出《守望传说》的韩国开发商开发。所知的新作同样延续了警示风格，故事设定在一个末日后的世界，人类遭遇吞噬者灾难后，只剩少数幸存者躲在堡垒城市中。你将扮演指挥官，带领一群在极限环境下觉醒超能力的少女们，抵御不断来袭的各种敌人。游戏采用计时制，每位少女都有各自的定位，像是突击、控场、辅助等，你可以搭配不同属性组合出连击效果。喜欢科幻题材的玩家可以试试看。以韩国巫俗文化为背景，主打肉鸽生存的游戏会是什么样的体验？魂路就是这样题材很特别的作品。你扮演巫女，在阴阳交界的夜晚，抵挡从鬼门不断涌出的恶鬼，尝试想办法撑到黎明来临。游戏采用俯视角单手操作，移动会自动攻击，相当直觉。每局会随机获得6种武器与多样神器，如符咒、神刀等，可以组合出自己的流派。越使越成长的设计也很有肉鸽的成就感。画风是属于复古像素，节奏偏快，习惯精致3D 或轻松放射类游戏可能需要稍微适应一下哦。想尝试韩国神怪题材或快节奏动作生存的话，那就可以来试试这款魂路啦。Flower Flawless 是一款轻松解谜小品，玩法融合了点击式探索与单词拼写。你将踏入一个绘本般的超现实梦境世界，每个关卡都设计得像一道脑筋急转弯，需要靠观察力找出隐藏物品，然后再将它们脱衣并组合，最后拼出对应的英文单字来过关。游戏最大的特色是没有提示和计算，纯粹靠直觉和逻辑来解谜。就算不擅长英文，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玩法本身是非语言的，理解逻辑之后就能顺利推下去。全篇采用干净的单色极简美术，搭配舒缓氛围，整体体验大约1到2个小时就能破完，很适合想给自己脑袋放松一下的玩家。感兴趣的话就来试试看吧。那么这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。就若你喜欢大陆的影片，可以给大陆一个赞、分享和订阅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祝各位游戏愉快。